程毅同一周又第一又倒数第一，3条打架的数据，到底信哪个？一个人，一周，同一个礼拜，同一个人，在网上同时收获了3条完全打架的评价。一条说他第一，一段放大他手部的视频火了，评论区一水的这手比女生还好看。一条说他倒数第一，某个颜值榜他排在了末位。还有一条更狠，说他被孤立，因为有人扒了他的社交互关，说他关注的人少得可怜。你猜怎么着？这3条说的是同一个人，程毅。那问题就来了哈。第一，岛一，被边缘，你到底信哪个？我先把结论撂这儿，宝子们，这3个榜，他们量的压根不是同一个东西。一个测传播，一个测动员，一个，说实话，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被孤立，因为他几乎是被彻底读反了。别急，我一个一个给你拆。拆完这期，你以后再刷到任何某某垫底某某被孤立的热搜，自己心里就有杆秤了。先从最轻松的那条说起，那双手，一段镜头就拍手，不拍脸，不拍人，就是修长的手指，指节的线条，然后它就那么火了。第一次刷到，我也愣了一下，因为你想想看，一个演员的脸出圈很正常吧？但是一双手能脱离脸，单独成为一个传播点，这事儿其实不常见。说白了，这背后有个视觉传播的小机制。人的注意力在信息流里是被高对比的单点细节抓住的。一张脸信息量太大，你得整体判断，但是一个孤立的细节，手、锁骨、一段肌肉线条，它简单、直接，可截图，可反复看，特别适合在短视频里被无限放大。它成了一个能独立传播的资产。那这对程毅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这个人是经得起放大看的。镜头对到最近，细节没崩，身体状态，镜头感在线。这个 level 的细节承受力不是谁都有的。这波我给满分。好，手说完了。轻松的部分到此为止，因为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其实在后面。咱们说那条被孤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网上有个数据博主扒了一大批明星的互相关注数据，做了个分析。具体多少条，谁做的，我这没法给你打包票，你们看的时候留个心眼。然后有一种声音就出来了，说你看程毅关注的人特别少，才100来个，这说明他在圈里没什么人脉，被边缘化了。等一下，我得在这停一下，因为这个地方是这整期里我最想跟你掰扯清楚的一个点。关注的人少，就等于被孤立吗？我先给你补一个背景。这个数据里，你去看真正的顶流是什么样的。凭我的印象啊，这个数我不敢报得太死，像肖战、王一博这个级别的顶流，关注的人也就100-200这个量级，而且里头很多还是早年组合时期或者一些前辈留下来的。他们成为顶流之后，新增的关注都特别克制。程毅在的恰恰就是这一档，100来个，少，但是克制。你发现没有，真正少互关的这一档里站的全是什么人？顶流。所以这里得引入一个概念，叫连接度，英文就是 connection degree， 说白了就是一个节点连了多少条线。光看连接度，就是光看你关注了多少人，是会骗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只数数量，不看质量。那怎么看质量？这就要说到另一个更聪明的指标了，叫 Jacket， 相似度。别被名字吓到，它的意思特别朴素，它看的不是你连了几个人，而是你和某个人共同连接的圈子有多大。翻译成人话就是你俩认识的人里有多少是重合的，重合越多，说明你俩在同一个核心圈子里越深。你用这个眼光再回去看程毅，他关注的人不多，但是他互关的、共同圈子重合的，都是行业里什么位置的人，这就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。他不是没人跟他连，他是跟他连的都在中心。这个我得说明一下，具体每一条互关我没有拿到第一手名单，这部分我保留一点余地。但是那个垫底一档全是顶流的结构是站得住的。那有人可能会问，那程毅是怎么进到这个中心圈的？这里再送一个行业常识，
综艺，尤其是那种大牌云集的综艺，它其实是一台把人推进行业中心的机器。你在一个节目里跟一堆前辈、一堆同咖位的人同框互动加关注，几期下来，你的社交网络就被重新编织了一遍。所以你别看有些人平时关注列表干干净净的，人家该在的位置一个不落。所以你回头再品那句诚意被孤立，它错在哪儿？它错在只数了连接的数量，完全没看连接的质量。少不代表边缘，有时候少反而是一种段位。好，拉回来，3条数据，手说完了，互关说完了，还剩最后一条，那个颜值榜，它排在了末尾。这个我尽量说的委婉，但是说的准确一点。有个颜值投票榜，诚意垫了底。但是你要是只看到垫底这2个字，就漏掉最关键的了。这个榜听说也就几千票的量级，而且是自愿投票。宝子们，自愿投票这4个字，在统计学里是有个专门的坑的，叫自选择偏差 （self-selection bias）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去投这个票的人本身就不是随机的一群人，他们是被各家粉丝动员来的。哪家那天动员得猛，组织的好，哪家的人就往上冲。所以这种榜，他测的根本不是谁长得好看，他测的是那一刻哪家粉丝更能打，更肯投。说白了，诚意那些老粉可能压根就没去投这种自娱自乐的榜。这不叫颜值垫底，这叫没参与那场动员。这是两码事。而且还有个特别好玩的反差，网上不是老拿他开玩笑，叫他植物战神吗？说他现实里性子太温，太没攻击性。可你去看他戏里演的那些角色，那个张力，那个狠劲儿，跟生活里完全是2个人。你细品，这不恰恰说明他银幕内外反差大，角色完成度高吗？一个演员能让你觉得戏里戏外像2个人，那是本事。所以颜值榜那条翻篇了哈，他测的是那一天的动员，不是这个人的脸。行，到这儿我想把前面拆的东西拧成一个你能带走用的工具。这段你就算不认识诚意，以后刷手机也用得上。以后你再刷到任何一个吓人的榜单，任何一条某某垫底某某被孤立的热搜，先别急着信，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这榜是谁做的？是官方机构，是有方法论的数据方，还是一个匿名博主随手扒的？第二，样本有多大？怎么来的？是随机抽样，还是像那个颜值榜，自愿投票，被人动员来的那么几千票？自愿投票的榜，数字再大，水分也大。第三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条，这个榜到底在测什么？他嘴上说测颜值人员，但他实际测的往往是注意力和动员力，就是那一刻谁更能引起讨论，谁的粉丝更肯出力。他测不出一个人的真实价值。记住这3问，下次你再看到一个垫底榜，你就知道该去看他的样本和出处，而不是看那个名次。好，回到最开头那个问题，第1到1被孤立，同一个人，你信哪个？我现在的答案是哪个都别单独信，因为他们量的根本不是一回事。手量的是传播，互关量的是，而且是被读反了的连接质量，颜值榜量的是那天谁更肯动员。3条数据，3个故事，凑一块看，你才看得清一个人，拆开来单看，每一条都能骗你。诚意这个例子的好就好在，同一周3条数据打得这么明显，反而把这个道理照得清清楚楚。榜单量不出它的价值，懂行的，看戏的，自己心里有数。那最后留个问题给你们评论区聊，你觉得像这种自愿投票的榜单，到底是该继续看个乐呵，还是干脆就不该存在，纯属误导观众？这个我自己都拿不准，你们比我懂，评论区告诉我。被总局选中，被央视重播，被观众心疼，诚意这一周说明了什么？4天，3种认可。一个人，你在娱乐圈里其实很少能看到这种画面，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星期里被3个完全不同的系统同时点了名。一个是管你能不能拍，往哪个方向拍的最高管理机构，一个是国家级的电视台，
愿意把黄金时段再腾出来给你一次。还有一个是坐在屏幕这头的普通观众，因为你一个没设防的瞬间，突然就特别喜欢你。你想想看，这3种东西在这个行业里通常是打架的。咱们先把话说清楚，我说的这个人是程毅。宝子们估计已经猜到了，但我今天不想复述那3条新闻，网上到处都是。我想聊的是他背后那点门道。为什么说这3种认可通常是打架的？说白了，被体制选中的人往往容易被说端着没烟火气，而因为一个翻车名场面被观众心疼的人，又常常离主流正统那套评价体系挺远的。一个人同时拿到这2头，中间还夹着一个时间给的认可，我寻思这事真没那么常见。但你要是只看到这儿，就漏掉最关键的了。咱们一层一层来。先说大家都看到的那层，我尽量长话短说。第一件事是他主演的《两京15日》进了国家广电总局2026年度电视剧引导扶持的名单。这个名单一共25部，这25部里古装剧只有2部，而《两京15日》它是这2部里，也是整个名单里唯一一部已经杀青还在待播的作品。这句话你先记住，一会儿有用。第二件事，长安24季8月24号在央视8套黄金档重播，同一时间在泰国排到了第2轮播出，还在往海外多国发行。第三件事是他在8月20号一次品牌直播里聊到新戏受访，说这是一次新的尝试，特别好奇。然后直播里发生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小插曲，这个我留到后面说，因为我觉得那一幕是这一周里最有意思的。行，表面这层就这些，谁都看得出来这是好消息。可为什么是好消息？好在哪儿？媒体基本没说透。说完表面这层，咱们往里再看一层。先从那个扶持名单说起，因为我发现很多人，包括我一开始，都容易把它跟得奖混成一回事。其实不是一码事。一个市场奖项是你戏播完了，成绩出来了，大家投票给你，它是个结果。而广电总局这个引导扶持项目性质完全不一样，它是前置的。它是在一部剧还没大规模播出之前，主管部门就出来说，这个方向我们鼓励，这种题材，这种价值取向，我们希望市场多做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这不是你拍的好，给你发奖，这是你走的这条路，我们认。那官方通稿里经常出现一个词，叫市场热度和主流价值双向奔赴。这个词听着挺虚的哈，我第一次看也觉得像套话。但你把它拆开，市场热度说的是你得有人看，有观众缘，有商业价值；主流价值说的是你的内容的立得住，方向的正。双向奔赴的意思是，这2头你不能只占一头。光有热度没价值观，或者光讲价值观没人看，都进不来。而两京15日里，程毅演的是朱瞻基，朱瞻基这个人物是从楚军一路走到明军的。这种角色我跟你讲，是真不好演。他不是那种一出场就王霸之气的爽文男主，他要演的是一个人怎么长成一个君主的，那种年轻时的犹豫，被迫成长，责任一点点压上来的过程。这种层次感本身就很吃演员的内在，这个角色不是随便谁都能 hold 住的。所以他能拿这个角色进这个名单，我觉得含金量是够的。哦对了，补一句，我前面说唯一以杀青待播这个点为什么重要？因为待播剧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到底啥时候能播，能不能播。而他已经杀青了，成品在那儿摆着，这就等于是主管部门是在看得见成片方向的前提下认可他的。这个分量跟一个还只是立项，连剧本都没定完的项目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好，往里再走一层。这里我想停一下，因为有个点特别值得说，就是那个重播。长安24季能在央视8套黄金档重播，还能在海外排到第2轮，宝子们，这个东西，我个人觉得比什么热搜、什么数据都硬。为什么？你想想重播的逻辑。首播是有宣发，有话题，有粉丝集中支持的，热度里头有多少是作品本身，
多少是营销和追星，其实很难分清。可重播不一样，重播是电视台拿真金白银的黄金时段去赌你这部戏还有人看。电视台不做慈善，他把这么好的时段再给你一次，只有一个理由，这部戏过了首播那阵热乎劲儿，他自己还能拉来收视。这就是我们之前在别的视频里聊过的那个重播长尾效应。一部戏能被反复重播、反复排播，那说明它已经脱离了追星这个变量，它变成了一个能穿越时间的东西。这种 level 的作品其实不多。粉丝的热情有周期，会退潮，但一部戏能不能一遍遍被重看，靠的是它本身的质地。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认可。而且我得说句实在的，这种认可是诚意的粉丝控评打头再努力也送不来的，它是市场用时间投出来的票。所以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，你们喜欢的恰恰是这种经得起放的东西。然后就是那个直播了，这一段我最喜欢。先说正经的那部分，他在直播里聊到新戏受谎，说这是一次新的尝试，说自己特别好奇，还说在跟导演、跟前辈学。你别小看这几句话，一个已经拿到体制认可、拿到重播长尾的演员，按理说完全可以躺在舒适区里，继续演他驾轻就熟的东西。可他偏要去碰一个新的、好奇的类型，这种还愿意当学生的姿态，我觉得挺难得的。然后就是那个名场面了，这里我得先说清楚，具体的对话原话我没核实到第一手的完整录像，下面是凭粉丝的转述说的，你就当个大概听。大意是，他好像一直以为这是一场会剪辑的录播，还想去看看评论，结果被告知评论是关着的，原来一直在直播。后来他跟一起直播的林小阳你来我往的斗，气氛特别松弛，粉丝把这段叫做这一周最可爱的瞬间。原话我就不复述了，免得传错，感兴趣的宝子可以自己去找那段片段看。我特别想为这一幕说句话，你可能会觉得一个大演员连自己是不是在直播都没搞清楚，是不是有点不够精？我完全不这么看。恰恰相反，一个人在镜头前能真到忘了自己在被直播的程度，这说明他没在演，没在设防，没有随时端着一个艺人形象给你看。你想想现在多少艺人对着镜头每一个表情都是算好的，而他那一下的松弛，那种 chill 的真，反而是最贵的东西。有光环的人还能露出普通人那一面，宝子们，这不是短板，这是他最圈粉的地方。好，聊到这儿，咱们停一下，来个知识点带走。就算你不是他的粉丝，这个东西你也能拿走，以后看任何艺人的新闻都用得上。以后你看娱乐新闻，想判断一个艺人到底是真有分量，还是一时热闹，你可以把认可拆成3种来看。第一种，体制认可，来自主管部门、主流平台，看的是方向和价值，比如进不进扶持名单，上不上主流频道，这种你没法靠钱刷出来。第二种，时间认可，看的是作品能不能被反复重播，长期还有人看，这种粉丝的热情帮不上忙，得靠作品自己扛。第三种，情感认可，来自普通观众，看的是你有没有让人真心喜欢的不设防的瞬间，这种最悬，但也最动人。关键点在哪？这3种通常一个艺人能占一种就不错了，占体制的容易显得远，占情感的又常常离主流有点距离。所以下次你再看到有人1周之内3种都沾上，你就知道这不是运气，这是一手很稀缺的牌。下次你看到某某进了什么名单，别只顾着恭喜，你可以顺手看看他占的是3种里的哪几种。好，回到最开头那个问题，我一开始问体制、时间、情感这3种认可能不能同时落在一个人身上，我现在的答案是能，但真的很少，而它能同时发生，本身就说明了点东西。它说明这个人既被系统信任，又被时间留下，还被普通人喜欢。这3样凑齐，画出来的不是一个顶流的样子，是一个能长期走下去的演员的样子。
作为一个看了10年 Space 的人，我得承认我对诚意是有偏爱的。但这次这个判断，我可以保证是公平的。你把那3件事摆一块儿，任何一个懂行的人都会得出差不多的结论。那最后留个问题给你们，体制的、时间的、情感的，这3种认可里，你觉得哪一种最难得？是最难拿的那种最值钱，还是最真的那种最值钱？评论区聊聊，我挺想看你们怎么想的。今天这期就到这，宝子们，咱们下期见。